你知道蜘蛛侠电影为什么要一直更换主演吗？尽管这枚超级英雄的人气非常高，但却不能跟钢铁侠和金刚狼一样由一个演员单独扮演，这也使得许多影迷产生困惑。那么在这20年里，3位彼得·帕克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找出原因，我整理了大量资料，今天就来为大家全面分析下。其实超级英雄电影如今能这么火，这一切都要归功于2002年的蜘蛛侠。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将2000年的 X 战警视为近代漫画电影的开端，但这部电影的影响力远不及蜘蛛侠。如果以现代超级英雄电影的标准来看， X 战警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只有2.96亿美元，而蜘蛛侠全球票房则为8.21亿美元。即使是最近几年上映的电影，这个数字也会令人印象深刻。在蝙蝠侠、黑暗骑士上映之前，蜘蛛侠是超级英雄电影中最受欢迎的角色，而且当时美国正陷入911恐怖袭击后的恐惧之中，突然空降这样一位超级英雄，从而也带来了意外人气。索尼公司一看效果不错，又连续拍了蜘蛛侠2和蜘蛛侠3，这3部电影在21世纪头10年保持了蓬勃发展，总票房取得了近25亿美元，可以说是定义了托比·马奎尔的职业生涯。而且蜘蛛侠2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超级英雄电影之一，并对电影行业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但在蜘蛛侠3上映仅5年后，超凡蜘蛛侠就开启了。如果你只看票房的数字，蜘蛛侠3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该片是2007年北美票房最高的电影，它比前2部都要多，经计算有惊人的8.9亿美元，而且这还是所有蜘蛛侠系列中的最佳票房，直到2019年被蜘蛛侠英雄远征所超。那么在赚了一大笔钱之后，蜘蛛侠3为什么会为托比·马奎尔版的蜘蛛侠敲响丧钟呢？其实这部电影有一些问题，一般来说你得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蜘蛛侠3的铁杆粉丝，影评人对这部电影并不友好，影迷也不喜欢它。这部电影的特点是情节过于夸张，蜘蛛侠在电影中与3个反派人物的对抗，这使得造成了反派角色混乱的场面。另外还有格温·史黛西的加入，这也是最令观众们讨厌的一点。由于他的加入，让彼得·帕克和玛丽简之间的恋爱关系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这在当时迎来了诸多蜘蛛侠粉丝们的强烈不满。即使在多年后，就连导演山姆·雷米本人都承认这部电影真的很糟糕。尽管蜘蛛侠3的问题有据可依，但索尼公司的直接计划是在保持现有团队不变的情况下继续发行该系列，毕竟该影片赚了一大笔钱。在蜘蛛侠3上映不久后，雷米就开始了蜘蛛侠4的创作，马奎尔和邓斯特都准备回归，导演想把秃鹫塑造成反派。电影甚至计划在2011年5月6日上映，但遗憾的是它从未实现过。那么这里头究竟有着怎样的问题呢？虽然与不同的联合编剧一起工作，但导演山姆·雷米始终认为剧本达不到令他满意的程度，他不想再看到蜘蛛侠3的失败重蹈覆辙，因此对第4部蜘蛛侠电影变得非常挑剔。当导演意识到他不可能在索尼的最后期限前完成电影的发行时，于是山姆·雷米告诉主办方他不想再拍这部电影。索尼并没有试图寻找一位新导演来接手山姆·雷米的工作，而是决定从头再来。在2010年，索尼正式宣布结束托比·马奎尔的蜘蛛侠系列，当天该公司还宣布将于2012年上映一部蜘蛛侠重启电影。可能大家就有疑问了，为什么不让原来的演员上场呢？其实有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托比年龄大了，这很不符合蜘蛛侠角色的设定。为了让彼得·帕克重回高中，所以索尼选择了安德鲁·加菲尔德来担任主演。虽然加菲比托比小8岁，但他仍然比扮演的角色大10岁左右。尽管加菲年事已高，不过超凡蜘蛛侠的导演马克·韦伯还是认为他最适合，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加菲和石头姐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但话说回来，被导演非常看重的演员，最终为何还是走上了换人的道路呢？实际上，第1部电影存在着诸多问题，因为几乎在每个层面上都表现不佳，观众觉得被当韭菜割了。故事情节几乎跟上一代没什么区别，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已经知道的画面，也没有多少新事物和令人兴奋的故事。除此之外，粉丝还批评这部电影在人物和情节上的变化。他们说加菲扮演的彼得并不是一个笨拙的书呆子，而被描绘成叛逆青年。在很多粉丝眼中，这个角色的行为根本不像漫画版的彼得·帕克。由于故事的失误和角色的改变，最终导致这部电影的票房成为蜘蛛侠系列的最低。不过这仍然是个大数字，经计算，该片全球总票房为7.5亿美元。尽管超凡蜘蛛侠没能让粉丝们兴奋起来，票房也表现不佳，但它绝对不是一颗自我毁灭的炸弹。因此续集的工作很快就开始了。超凡蜘蛛侠2请来了奥斯卡影帝杰米·福克斯饰演新的反派电光人。制片人对这部电影显然信心满满，影片似乎决意无视蜘蛛侠3的教训，因为不但有反派电光人，还增加了哈利·奥斯本饰演的小绿魔，以及有着俄罗斯口音的犀牛人。除了重蹈蜘蛛侠3的错误外，这部电影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决定杀死格温·史黛西。虽然1973年的漫画故事《格温·史黛西之夜》
被认为是经典之作，但在电影里，女人用死来激励男性角色的情节被认为乏味、冒犯和具有破坏性。由于这些糟糕的角色和无厘头的故事情节，导致了《超凡蜘蛛侠2》被评为史上最烂的蜘蛛侠电影。正当索尼陷入困境时，隔壁的漫威正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2012年的复联1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该系列重新定义了观众对超级英雄的需求。随后又发行了《银河护卫队》，票房依旧超过《超凡蜘蛛侠2》。漫威成长得太过迅速，这让索尼根本无法忽视。另一方面，漫威也迫切希望将蜘蛛侠加入漫威宇宙，因为自从1963年以来，他一直都是漫威漫画的代言人。同时，粉丝也极力支持这件事儿，希望能看到蜘蛛侠和其他漫威英雄共同作战的画面。于是，迪士尼找到索尼商量，在2015年2月，两方达成了一项几乎闻所未闻的协议。他们决定让漫威影业在10年内制作3部蜘蛛侠电影，并且索尼将获得电影的全部发行权，包括所有票房收入。即使条件非常恶劣，但漫威还是决定合作。至此，第3代彼得·帕克荷兰弟也正式登场。随着漫威影业的加盟，蜘蛛侠的首次亮相并不是在他自己重启的电影中，而是在2016年上映的《美队3内战》中。漫威通过这样的手法，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将蜘蛛侠融入到漫威的宇宙当中，同时这也减轻了新蜘蛛侠拍摄电影的压力。漫威影业还决定让新角色彼得·帕克将再一次成为高中生，但与托宾·马奎尔和加菲不同的是，漫威关注的是这个角色真正的青春。在经过对6名青少年演员的试镜后，19岁的英国演员汤姆·赫兰德被选为第3位真人版的蜘蛛侠。他在《美队3》中首次亮相就获得了诸多好评。虽然影片微妙地提到了蜘蛛侠过去的一场悲剧，但彼得·帕克对叔叔之死的愧疚感并没有那么强烈，他更希望取悦自己的新导师托尼·斯塔克，这也让粉丝和影评人都喜欢全新版本的蜘蛛侠个性。经过漫威吹捧2年后，他为索尼出演了第1部个人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最终我们也知道，该影片在评论界和票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又出演了《复联3》和《复联4》，这2部电影都已经成为了文化的试金石，他们分别在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中排名第5和第2。此外，蜘蛛侠对每部电影的贡献都非常大，不仅提升了这个角色在漫威宇宙中的形象，也提升了电影对观众的形象。而当时复联4首映后不到10周，蜘蛛侠又出了第2部，因为剧情衔接，使得粉丝无比的期待和兴奋。显然，蜘蛛侠英雄远征获得了许多好评。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打破了蜘蛛侠电影之前的票房记录。随后在2年后，漫威又拍摄了第3部个人电影《蜘蛛侠：英雄无归》。这部电影的票房在全球排名第6，仅次于复联3。尽管荷兰弟扮演的蜘蛛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索尼并不完全满意这种新的现状。最近，索尼正寻求从漫威手中夺回对蜘蛛侠电影的控制权，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宇宙。目前已经与杰瑞德·莱托拍摄了《莫比亚斯》，并且还开发了其他几个电影项目。显然，索尼希望蜘蛛侠出现在这些电影中，以提升索尼自己电影宇宙的知名度。如果漫威不愿意让荷兰弟这样做的话，那么索尼很有可能会展开蜘蛛侠的第4次重启。屏幕前的你觉得是在漫威好，还是索尼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聊聊。好了，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关注我，下期为你带来更精彩的故事。